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由于现在上网很方便，大部分的上班族几乎人手一只智慧型手机，无论是日常查阅资料、滑社群、娱乐，也多多少少会去做一些像工作上的回复信件文书处理这些工作。但是如果你要长时间的编辑文件，甚至开线上会议的话，老实讲还是电脑会比较好用。所以大部分的白领商务人士也都会准备一台笔电随时使用。但如果是上班族每日通勤上下班都要随身背着，偶尔还会到其他部门参加会议的话，那么重量、颜值、续航跟效能可能都是你在选购笔电的时候会考虑的点。如果你是买一台效能很好，但是重量非常重，续航也不太 OK 的电竞笔电去进办公室开会的话，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太庄重，因为你的电竞笔电的 RGB 灯效会一直在那边闪，而且风扇声音也非常大。那简报到一半如果没电的话，那就更尴尬了。但如果为了轻薄与续航去选择一些低压的 Ultrabook 的话，虽然颜值跟续航还有重量都相当不错，但它们通常萤幕不大，而且日常如果你想要玩电动或跑一些中重度的应用，可能就会有点吃力。所以现在许多商务人士会选择像 Apple MacBook 系列这种笔电来用，因为他们的确是轻薄、续航、颜值都有顾到，这么多优点，他们还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软体相容性不太 OK。更别说如果你习惯是 Windows 的生态的话，那使用起来的痛苦指数就更高了。所以这次阿达为大家开箱介绍一款华为 MacBook D16，就相当符合高颜值、高效能、长续航、大萤幕、好携带的几个优点。好，开箱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配件非常简单，所有配件都在。那在外观设计部分呢，华为 MacBook D16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好看，全镀铝合金打造。除了美型以外它的散热效果也非常不错。金属材质的 A 键上面还有华为的 logo。那在 D 键部分呢，这边则是有整条的止滑条，在角落也有止滑条，它两侧呢则有立体声喇叭。中间这里呢，则是散热孔，全机都是金属打造。由侧面可以看到 MacBook D16采用楔形的设计，在靠近触控板这一端呢，与底部四周的机身比较纤细，视觉上看起来机身更加轻薄。它最后处只有 18.4 厘米。I/O 部分也相当完整，它搭载2组 Type-C 的全功能的连接埠，其中一个支援65瓦的 PD 充电，支援4K 60赫兹的 HDMI 2.0与 3.5mm 的耳机孔，有一组USB 3.2 Gen 1的连接埠，还有一组USB 2.0的连接埠。比较可惜的是D16它没有读卡器的配置，如果你要用到读卡器的话，还是要外接个 Hub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萤幕。D16 的尺寸呢是356乘248乘 18.4 厘米。重量仅有 1.7 公斤，在 15.6 寸的机身它整整塞入一个16寸的萤幕，萤幕占比高达 90%。这片萤幕规格是16:10解析度1920乘1200的 IPS 萤幕，亮度为300 nits， 更新频率为60赫兹，支援100%的 sRGB 广色域，无论是工作、追剧都有相当不错的影音表现。在萤幕上方呢，则是配置了一颗 1080p 的视讯镜头。不像市面上大部分的笔电还是 720p， 所以它的画质也好很多。而且华为它还支援了 AI 的人物之中、虚拟背景，还有自然对视功能。像我们在开视讯会议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在看镜头，眼神都会稍微往下飘。自然对视呢，就会帮你把眼神自己修正成平视，就好像说与会者是看着对方讲话的这样子的感觉会比较尊重一点。之前华为会把那个镜头藏在键盘底下。这个设计相当的聪明，而且顾到隐私，但是呢，它的拍摄角度就有点限制，因为在下面是往上拍的，所以有些女性朋友说这都拍到我鼻孔不好看。所以我觉得它这次的改动相当不错。还有边缘式麦克风设计，可以实现360度 HD 音质的效果，还有降噪功能，可过滤像手机铃声、键盘敲击声等声音，让会议不被打扰。如果你戴上耳机还可以启动静谧空间通话，强力过滤周围的人声，让通话更清晰。那在C键部分呢，电源键支援指纹辨识，可一键开金解锁。D16配置了尺寸颇大，而且有背光效果的孤岛式键盘，并且有一整排独立的功能键，
可快速呼叫出像计算机、可搜寻网页电脑内容功能的智慧搜寻键，还有返回主页、硬体视讯镜头开关等等。那按键采用 1.5 厘米高键程配置软着陆键盘的一个设计。采用高强度的 PC 材质与多层油漆设计，让键盘更耐用，不易掉色。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D16 的效能部分。那处理器部分呢，它是搭载了第12代 Core i5-1250H 的标压处理器。第12代处理器的效能跟表现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。全新的混合架构 P1 核设计呢，相较于11代可说是牙膏给它挤爆。在天梯数上的表现甚至比11代 i9-11950H、AMD 的 Ryzen 9 5900H 都还要好。由于是使用标压处理器，所以在处理器的功耗释放上就能有比较好的表现。在显卡部分，华为笔电都是商务属性，所以他们都没有配置独显。不过 D16 它搭载是 Intel Iris Xe 的内显，对于影像剪辑、图像处理其实都有进行优化。我自己也玩了一些游戏表现也相当的不错。由于它采用了最新的 VC 散热模组设计让进风量提升60%，散热性能也提升100%。在使用的时候，并不会有温度明显上升的感觉。在续航部分 ，D16 它搭载60瓦时的电池。如果以持续播放 YouTube 影片来做测试，有100%到10%的话，大概可以维持5个小时。使用 PC Mark 时，以办公室情境进行测试，有100%放电到休眠，约有接近8小时的续航表现。日常使用应该会更长。与 Geekbench 5测试，单核成绩为1640分，多核为8228分。Cinebench R23 测得单核成绩1707分，多核成绩9203分。以 PC Mark 时进行办公室情境测试，得到5153分的成绩。ASSD Bench 则是测到读取每秒2081 MB， 写入则是有1657 MB。那 ATTO Disk Bench 呢，读取最快可达3421 MB， 写入每秒也有3263 MB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显卡的表现。针对德瑞 S12 来设计的 3D Mark Timespy 呢，在处理器得分是1180分，显卡是4562分，总分为1327分。另外一个 Nine Red 呢，处理器得分为6068分，显卡是15478分，总得分为12557分。虽然说商务笔电不是拿来玩电动的，但是在一些3A 大作的表现上D16 的表现也不差。GTA 5使用系统预设值来玩平均也有30帧，算是可以顺玩的表现。另外，我也测了极速地平线5，也是有接近30帧的表现。如果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愿意降低解析度跟特效的话，其实它表现还可以更好，那就看你要不要这样做了。在工作的时候最怕网络连线不稳。D16 它搭载华为 Meta Lite 天线技术，信号转换效率它提升了56%，提高了长距离弱信号条件下网络的稳定度还有网速，让大文件下载高画质直播都能够大幅度减少收讯不良的状况。系统部分呢 ，D16 则是采用了 Windows 11 Home 版的作业系统，而且具备个人觉得非常好用的华为超级终端功能。如果你也有其他的华为设施的话，好像手机或平板，还可以使用无缝的传输档案、分享画面。搭配这次所推出的新耳机使用体验也非常不错。不过老实讲如果华为超级终端可以让第三方设备去安装 APP， 那就会更实用了。另外现在购机除了有赠送华为云空间以外，还有更多的优惠，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表。有需要的话，我是觉得相当值得入手。除了 D16 以外这次华为还同步推出了高阶旗舰款笔电华为 MacBook S Pro。MacBook S Pro 呢，它采用铝合金C2芯打造，它的重量仅有 1.38 公斤它搭载目前最新的 Intel i7-1260P 处理器，16GB 的 LPDDR5 记忆体，1TB 的 SSD而且它通过 Intel EVO 认证，具备超长续航与极速充电功能。I/O 部分呢，则是配置了2组 Thunderbolt 4的连接副，还有2组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总共4个。屏幕部分则是使用了12.2寸3:2比例3510×2080解析度的原色全面屏屏幕，支援 P3 色域，而且通过德国莱茵的专业双色准认证，更新频率最高达90赫兹，屏幕屏占比高达92.5%，并且支援多屏同色显示与触控屏幕的功能。在音效部分，搭载了6颗扬声器与4组麦克风，一样支援 AI Camera、AI 降噪等功能。另外还支援 AI 隔空手势功能。在特定软体中可以进行隔空操作的一个动作。另外它的压力触控板
可以支援截图、萤幕亮度、音量调整等8种控制，相当方便。系统部分呢，以 Geekbench 5进行测试，单核成绩为1395分，多核为7784分。Cinebench R23测得单核成绩1505分，多核成绩7274分的表现。以 PCMark 进行办公室骑行测试，得到的分数是3671分。3D Mark 的 Nine-Red 呢，处理器得分为8305分，显卡为9558分，总得分呢为6221分。个人是建议这种低压处理器就不要玩电动了，你玩LOL 可能可以其他的电动玩起来就不太顺。那在续航部分呢，它也是搭载60瓦时的电池，如果持续播放 YouTube 影片由100%到10%，我自己测得大概4小时左右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有点奇怪，不应该那么少。也许这可能是工程样机的关系，那到时候大家以实际上市机为准。华为这次所推出的这2款新笔电在用料、设计与功能各方面都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，相当适合商务人士使用。除了实用以外颜值也相当的有水准，加上有竞争力的规格与定价，个人觉得相当值得大家在选购电脑时到门市摸摸看，比较一下，相信你也会喜欢。以上提供给大家作为选购参考。我是电脑王阿达，如果喜欢这段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